诸位啊，咱们今天开篇先不说别人，就说说咱们自己。大家回想一下，平时生活中是不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为了争一点家产，为了抢一个晋升的名额，斗的是头破血流，六亲不认。现在的人啊，都不懂一个最根本的道理，总觉得这天底下的好东西你不去抢，就落入别人手里了。可是易经你早就讲过了，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我跟大家讲，诸位记住了啊，这命里兜不住的财，你硬抢过来，那根本不是财富，那是催命的煞气，对不对？你们要明白，人的命运由什么决定？是由你的心性、你的修为、你的那个局决定的。命运就像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但你能改变自己的位置。如果你非要逆流而上，去夺那不属于你的造化，最后只能被浪头给拍死。不信，大家且看当年谋赌城那个千亿豪门的争产大战。那一年，那位呼风唤雨的某已故千亿赌王，也就是咱们说的老太爷，好不容易从死神手里逃脱，身子骨正虚弱得很。这时候老爷子心里明镜似的，开始逐步把权力下放。那位平时做事雷厉风行、最有格局的正房一脉的某豪门长女，顺势就拿下了家族核心命脉某主业运输集团的绝对控股权，一跃成为了大当家。这下可把家族里那位平时最得宠、跳得最高的某四姨太给惹急眼了。诸位要知道，这千亿豪门的核心资产说白了就那么两块，一块是负责基建、旅游、运输的主业集团，另一块就是最核心的摇钱树某老牌博彩控股集团。这四姨太眼睁睁看到那长女不仅拿走了半壁江山，甚至还准备把剩下的博彩摇钱树也给端了。他能坐得住吗？他直接就砸锅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分家产啊，就跟古代皇子争夺皇位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一旦谁在这个时候心软，谁就必定成为案板上的鱼肉，被人家边缘化，最后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为了改变整个家族的格局，把主动权死死攥在自己手里，这四姨太也是豁出去的。他立马动用了他在某赌城的全部人脉，花重金聘请了国际上最顶尖的律师团队做后盾。最后你猜他干了件什么事？他居然用尽了手段，把还躺在病床上极度需要静养的老太爷直接接回了自己家里控制起来。这在咱们中国老祖宗的兵法里叫什么？这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四姨太的算盘打得很精明，只要老爷子在自己家里住着，之前他老人家跟长女签的所有承诺、所有转让协议，那通通都可以找借口不作数。紧接着，这位四姨太联合了另外几方势力，拿出了所谓老爷子重新分配遗产的视频证据，还让律师跳出来作证，一口要定老爷子之前把股份转给长女是被胁迫的。这还不算完，他甚至直接撕破脸皮，扬言要把那位长女告上法庭。在那个最混乱的阶段，这位四姨太确实风光无限，如愿以偿的拿到了价值将近50亿的博彩股份，一跃成为了核心控股集团的第二大股东。这番眼花缭乱的操作，那就是明火执仗地在向长女宣战，摆明的就是告诉你，这天下的财我就是要强吃。可是诸位，我再给大家把这事儿往深了剖析剖析。四姨太看似大获全胜，但她犯了咱们命理学上的一个致命大忌，这就叫贪煞入局，妄动无名。我跟大家讲，
这世间的巨额财富，那是带着极大的能量场和因果业力的。他用的这种近乎劫持的手段，不仅搅乱了整个家族的磁场，更是严重折损了他自己的福报。老太爷那是当年叱咤风云，被人拿枪指着头都不带眨眼的人物。一条真龙虽然老了，你用这种手段逼着龙低头，这强求来的反噬之力，普通人根本承受不起。这个道理啊，我要重复3遍，希望大家都能听进去。不属于你的东西你硬抢，抢来的全是煞气，违背天道去夺利，最后失去的一定比得到的多。用偏门手段锁住的财，早晚会以另一种灾祸的形式还回去。那么面对四姨太这排山倒海般的攻击，甚至连家里的老太爷都被人控制了。那位被逼到悬崖边上的某豪门长女是怎么应对的呢？她是不是也像普通人一样急得跳脚，大吵大闹，拼了命去夺回来？错，真正的高手往往在这个时候会展现出让你头皮发麻的定力和智慧。咱们今天先留个悬念，这长女不仅照常上下班去开董事会，甚至还在老太爷出院那天乐呵呵地给四姨太的贵公子发去了一个生日祝福。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他凭什么能绝地反击？你看啊，要是换作咱们普通人，老爹被人控制了，家产被人家明抢了，别人还拿着大喇叭满世界喊要告你，你气不气？肯定气炸了，对不对？你肯定恨不得立马冲过去跟他拼命，或者在网上发长文跟他对骂。现在的人啊，遇到点委屈就急于自证，就像个炮仗一样，一点就着。但我跟大家讲，这在易经里恰恰是最下层的做法。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当别人带着满身的煞气和怒火来攻击你的时候，你要是也用愤怒去回击，那你就正中下怀了。你的磁场会被对方瞬间搅乱，你的理智会彻底丢失。咱们老祖宗在《道德经》和《易经》里反反复复讲的一个大智慧，叫什么？叫阴阳相生，以静制动。什么叫以静制动？别人是一团烈火，你不能也是火，你要变成一潭深水。他一拳打过来，你不能用硬骨头去挡，你要变成一团棉花。这种智慧诸位记住了啊，这叫太极推手。你让他把力气全打空，等他力气用尽露出破绽的那一瞬间，你再出手，这才能一招制敌。咱们来看看这位某豪门长女是怎么做这个太极推手的。当时那位四姨太可谓是步步紧逼，连环杀招一套接一套。可是这位长女呢，她居然一贯的保持沉默，没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没有发任何声明，连一句硬话都没说过。不仅如此，她每天该干嘛干嘛，照常去那个某主业运输集团上下班，照常主持董事会的各种工作，就好像家里根本没发生这场几百亿的夺权大战一样。最绝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在老太爷出院的那天，四姨太正严防死守，怕别人来抢人呢。这位长女居然乐呵呵的给四姨太那位正逢生日的贵公子发去了一条生日祝福。诸位，这手段绝了。现在的人啊，都不懂这背后的深意。四姨太一看，哎呦，这长女连个屁都不敢放，还主动给我儿子发祝福，这肯定是扛不住我的轮番攻击，服软了，认输了呀。于是乎，四姨太紧绷的那根弦，或者说她防备的那个气门，瞬间就松懈了。可就在四姨太以为自己已经稳操胜券，天下无敌，甚至准备开香槟庆祝的时候，这位一直不声不响的长女突然出手了，而且一出手就是天崩地裂。长女没有吵架，也没有废话，直接甩出了一份重磅的视频和录音文件。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正是那位老太爷在头脑极其清醒，绝对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情况下，亲口说出的一句话：家族所有的核心资产全部交由长女统筹。通轰，这一下直接把四姨太给炸懵了。这就是《易经》里说的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四姨太跳得最高，看似最强大的时候，其实就是她破绽最大、最脆弱的时候；而长女看似最软弱、最退让的时候，其实一直在暗中蓄力，憋着最致命的杀招。这还不算完，这长女接下来的操作才是真正教科书级别的风水大局。长女拿出这个圣旨后，并没有独吞所有的好处，她反手做了一个极其高明的决定，她主动将一部分股权退还回去，以此来换取老太爷以及整个家族上下对他这一房绝对主导地位的正式认可。这突如其来的权力交接，不仅名正言顺，而且合法合规，把四姨太杀的是措手不及，毫无招架之力。这件事情给咱们普通人什么启示呢？我跟大家讲，这个道理太重要了，我必须重复说3遍。遇到小人作祟，你越急，你输得越快；遇到小人作祟，你越急，你输得越快；遇到小人作祟，你越急，你输得越快。命运就像是一场博弈，真正的绝世高手从来不会在口舌上跟人争高低，他们守得住自己的心神，稳得住自己的磁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就在你最得意忘形的那一刻，一击毙命。当时就有一家非常著名的某商业杂志都忍不住犀利的点评说，这位长女的举动根本不是妥协，而是顶级猎手的放生。可是诸位故事讲到这里，你们可能要问了，既然长女已经拿到了尚方宝剑，手里握着生杀大权，她为什么还要给四姨太留余地？为什么不趁机斩草除根，把对手彻底赶出局呢？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看爽剧，觉得把坏人踩死才痛快。但在易经的智慧里，如果你真这么干了，那你离灾祸也就不远了。诸位咱们这堂课讲到高潮了，大家打起精神来。现在很多人看那种网络上的爽剧、爽文，看多了，总有一种极其危险的心理。只要我占了理，只要我打赢了对手，我就必须把他踩在脚底下，碾得连灰都不剩。这叫什么？这叫斩草除根，觉得这样才痛快，对不对？但我今天必须泼大家一盆冷水。你们要知道，在咱们中国几千年的命理学和风水大局里，这种赶尽杀绝的做法，其实是在给自己挖坟。易经的乾卦里有一句最顶级的警示横言，叫亢龙有悔。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条飞龙飞到了最高处，飞得不能再高了，这时候它必然会遭遇灾祸和后悔。为什么？因为物极必反，凡事做绝了，连一点退路都不给别人留，这股极端的煞气最后一定会反弹到你自己身上。咱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位某豪门长女，她当时手里已经握着老太爷亲口录制的圣旨了，这可是实打实的铁证啊！如果按照咱们普通人的逻辑，她完全可以把录音往某官方媒体上一公布，直接把那位四姨太告上法庭，告她个胁迫老人、伪造文书。真要这么干，那四姨太不仅要把吞进去的股份全吐出来，搞不好还得面临牢狱之灾，彻底身败名裂。可是这位长女怎么做的？她居然停手了。她拿着这份足以一击毙命的证据，只是在家族内部做了一个了断，确立了自己作为话事人的地位，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他不仅没有把四姨太赶出董事会，甚至还允许四姨太继续保留了他在那个某老牌博彩控股集团里拿到的巨额股份。当时很多人看不懂啊，连那些跟着老太爷打天下的老臣子都急了，觉得这长女是不是太软弱了，除恶务尽了？你怎么能放虎归山呢？某商业杂志更是用顶级猎手的放生来形容这件事。但诸位，这就是真正懂命理大局的高手与凡夫俗子的区别。我跟大家讲，你们仔细琢磨琢磨这背后的利害关系。第一，那四姨太虽然输了一招，但人家这些年在某赌城也是树大根深，手里握着错综复杂的人脉，你要真把他逼到绝路上，这就叫困兽犹斗，狗急了还要跳墙呢。更何况是一个在豪门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狠角色，一旦撕破脸皮全面开战，整个家族的内部必将四分五裂，公司的股价绝对会一泻千里。到时候赢了官司，毁了家业，这叫赢吗？这是同归于尽。第二，从风水磁场上讲，一个家族最大的好风水叫家和万事兴。你为了争夺财产，在家里布下这种赶尽杀绝的死局，把整个家族的气场全搞成了戾气、杀气。就算你今天把钱全拿到了，这种破败的风水也绝对传不到下一代。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所以这位长女深知比起鱼死网破，让对手保有可谈判的希望，才是真正的掌控。她把刀架在对方脖子上，让对方知道我随时能杀你，但最后却把刀收了回来。这一下不仅保全了整个千亿帝国的元气，更是把自己的格局和气度推到了顶峰。这个道理啊，我又要敲黑板重复讲了。诸位千万要记住，做事留一线，这不是在给别人留活路，这是在给自己挡灾。做事留一线，这不是在给别人留活路，这是在给自己挡灾。做事留一线，这不是在给别人留活路，这是在给自己挡灾。当你把对手逼到死角，逼得人家无路可走的时候，人家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你拼命。在命理上，这就叫制造绝地。你放人家一马，把这股煞气给化解掉，这就叫积阴德。这可是人因庇子孙后代的无量福报。后来发生的事情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最终让那位四姨太心服口服，彻底认输的，并不是因为长女手里握着生杀大权，而是长女明明可以轻易将自己抹杀，但最终却选择了宽容。这种境界上的碾压才是最致命的。不过诸位，你们以为这位长女放过四姨太之后，就老老实实守着老爷子留下的这份家业过日子了吗？错，她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事，也就是这件事让她直接登顶了全城女首富的宝座。她是怎么在老太爷的掌控之外跳出家族的羁绊，自己去造了一块风水宝地的呢？诸位啊，前面咱们说到这位豪门长女拿着一击毙命的底牌，却放了那位四姨太一马。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哎呀，这长女是不是傻？既然确立了地位，那接下来的下半辈子不就该舒舒服服地坐在老太爷打下的江山上，每天数钱数到手抽筋吗？我跟大家讲，如果他真的是这么想的，那他今天顶多就是一个守业的富二代，绝对成不了后来震惊商界的全城女首富。你们要知道，在咱们传统的命理学和风水局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老太爷留下的这座千亿帝国，钱虽然多，但它本质上
是一块充满了争议、嫉妒、算计的是非地。这一块地上的每一分钱，都沾着各房太太和无数子孙的眼红与贪念。这在风水上叫什么？这叫群煞汇聚之局。你想啊，你就算坐上了这把龙椅，每天底下都有无数双眼睛死死盯着你，盼着你犯错，盼着你倒台，你整天就陷在这种乌烟瘴气的内耗里，你的能量场能好得了吗？你的运势早晚要被耗干。咱们老祖宗在易经里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遇到这种死局怎么办？真正的破局之法，根本不是在烂泥潭里跟别人抢破头，而是4个字：另起炉灶。你看这位长女是怎么操作的？当年老太爷把一部分博彩股份转给四姨太之后，你们猜这长女在干嘛？她根本没有心思去搭理对方，也没有再去争吵，她直接扭过头来，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经营自己名下的那个某主业运输集团上。不仅如此，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只要自己还在老太爷的羽翼之下，别人就永远觉得他是靠爹。所以早在2005年，这位长女就已经开始暗中布局，悄悄地脱离老太爷的掌控。到了2007年，他干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他以个人的名义直接拉来了国际上最顶尖的某海外博彩财团，双方砸下去将近100个亿，在这座赌城里硬生生的平地起高楼，修建了一座属于他自己的超级豪华大酒店和新赌场。诸位啊，这可是100多个亿啊！这意味什么？这意味已经很明显了，我不需要你们施舍，我也不在乎老太爷的旧江山，我能不能在这个江湖上立足，全看我自己打下的这片新天地。只要这一仗我打赢了，从内到外，谁还敢说我一句不够格？这在风水上就叫做跳出煞气，至造福地。原来的屋子风水不好，总有人争吵，那我就搬出去，自己建一座更大更辉煌的宫殿。只要我自己的磁场足够强大，我自己的命格立住了，所有的好运自然会向我汇聚。事实证明，顺应了天道的人，老天爷都会给你让路。这位长女不仅眼光毒辣，做事更是极其细致，亲力亲为。在她这种强大能量场的加持下，他那个原本不显山不露水的运输集团，总市值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竟然暴增到了300个亿。更可怕的是，在2011年，他跟海外巨头合作的那个新集团正式敲钟上市。你们猜怎么着？直接获得了高达1800%的收益回报。就在那一年，这位长女的身价从一开始的小几十亿，瞬间像坐火箭一样飙升到了360多亿。他不仅一举超越了自己的父亲老太爷，更是直接登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城女首富。看到这个局面，你们猜猜，当年那个上蹿下跳非要抢家产的四姨太，此时此刻是什么反应？彻底老实了，心服口服了。为什么？因为早期的四姨太单纯的以为自己只要死死握住老太爷分给他的那些股份，占据了半壁江山，就没人能动得了他。他每天盯着的是老太爷碗里的那点肉，可如今呢，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位长女几乎是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的手腕和头脑，在外面重新打下了一个比原来还要庞大的新江山。长女现在的实力已经可以极其随意地捏死他，或者抢走他占有的任何市场。直到这一刻，四姨太才彻底明白，自己一个跳舞出身，靠着手段上位的人，在拥有纯正豪门血脉，
并且命格和天赋都极其逆天的长女面前，是根本没有任何胜算的。你的格局在地下室，人家的格局在大气层啊。所以到了2022年，这位四姨太做出了一个让外界震惊的决定，她公开宣布放弃一切增产行为，全力无条件的支持这位长女的家族遗产管理方案。那意思就是大小姐无论是股份还是房产，您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只要给我们这些后代留口饭吃就行了。诸位啊，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畅快？这就叫降维打击。我又要啰嗦了，这个道理请大家一定要刻在脑子里。我再说3遍，别盯着别人的碗，要学会自己造一口锅。别盯着别人的碗，要学会自己造一口锅。别盯着别人的碗，要学会自己造一口锅。你整天盯着兄弟姐妹手里那点父母的家产，盯着同事手里那点可怜的奖金，你的心胸就被这几两碎银给锁死了，你的命格也就彻底定型了。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是跳出这个充满算计的低频能量场，去借天地的势，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财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位长女能有这么大的格局，难道仅仅是因为她对付自家人厉害吗？错，其实啊，对付四姨太对她来说真的只是牛刀小试。因为早在20多年前，她刚刚接手家族生意的时候，就已经跟一个比她强大几十倍，连老太爷见了都发愁的国字头庞然大物交过手了。而且那一仗，他居然靠着借力打力的阴阳手腕，把一场灭顶之灾变成了狂赚100亿的摇钱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是怎么用易经里顺势而为的智慧搞定超级巨头的？诸位啊，咱们接着往下扒。刚才讲到这位某豪门长女，把家族内部的夺权战打得是漂漂亮亮。其实啊，对付那位四姨太，对他来说真的只是小试牛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早在20多年前，人家就已经跟真正的天龙人打过一场硬仗了。咱们把时间拨回1999年，诸位都知道，那一年可是咱们国家的一件大喜事，南方那个著名的特区赌城正式回归祖国的怀抱。这在咱们命理学上叫什么？这就叫天道更迭，大势所趋。这种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是天地间最庞大、最不可阻挡的能量场。当时啊，随着特区回归，有一家某国字头的超级旅游巨头，就顺势瞄准了当地的海运和客运业务。可是呢，这块大肥肉早就被老太爷家族旗下的某主业运输集团给垄断了。这国字头巨头为了分一杯羹，财大气粗啊，直接放出话来，我要斥巨资把你们老太爷旗下的这家公司给收购了。诸位，你们掂量掂量双方的实力。那时候老太爷的运输集团虽然规模也不小，市值有个10几亿，但在人家那个带着国字头背景的庞然大物面前，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够看的。人家就跟一头大象一样，来势汹汹。遇到这种事，咱们普通人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慌了，或者本能的想要抵抗。那为一辈子呼风唤雨的老太爷也是这个脾气。他老人家当年在江湖上刀光剑影里闯荡，被人拿枪指着脑袋都没退缩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收购，他当然不想放弃，骨子里那股好勇斗狠的劲儿就上来了，想要硬刚。可就在这个时候，刚刚进入集团工作才4年的这位长女，却展现出了远超他父亲的极其恐怖的战略眼光。他拦住了老太爷，跟他父亲说了一段极其透彻的话。他说，
爸，咱们不能跟国家永远去竞争啊！现在特区回归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这叫大事。如果咱们只死死盯着自己手里这1亩3分地，那咱们这个家族就永远走不出去。咱们回归了，国家能给咱们更多的机会。诸位，听听，这叫什么？这就是《易经》里最核心的智慧，顺应天道，趁势而为。现在的人啊，遇到点困难，总喜欢抱怨命运不公，总喜欢跟大环境硬碰硬。我跟大家讲，人的力量再大，大得过天吗？大得过时代的潮流吗？你逆势而为，就像一只螳螂去挡一辆飞驰的大卡车，这不叫勇敢，这叫找死，这就叫逆天者亡。这位长女是怎么做的？她没有去当那只螳螂，而是玩了一手极其高明的太极推手，这就叫借力打力。她主动找上门去，跟这位国字头巨头的一把手谈判。她是怎么谈的？她没有摇尾乞怜，也没有虚张声势，她把局势分析得清清楚楚。她说，你们确实财大气粗，这是你们的阳，但你们没有在本地运营的经验，这是你们的阴。而我们刚好反过来，既然你们想在这个市场立足，不如咱们别做对手了，咱们做朋友，做合伙人，咱们把业务合并，一起去打天下。诸位啊，这番话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深深是把那个国字头巨头的一把手给说服了。1999年7月，双方正式达成协议，将彼此的海上客运业务全面合并，共同开发大项目。事实证明，这位长女的眼光简直是神了，有了这个超级国字头的合伙人做靠山，这就等于是在自己的命盘里请来的一尊最大的护法神。无论是日后发展到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还是靠近海岸的2线城市，里面所有的海运客运业务基本全被他们这家合资公司给承包了。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这家集团的市值由最开始的15个亿，像核弹爆炸一样一路狂飙到了150个亿，足足10倍的回报率啊！看到这惊天动地的战绩，那个纵横山海一辈子的老太爷彻底看傻了眼，也彻底服老了。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这个千亿帝国只有交到这个女儿的手里，才能不仅守得住，还能开疆拓土，走向更大的辉煌。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那些跟着老太爷打天下的骄傲的老臣子们，一开始心里不服气，后来全被这位长女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人家靠的不是老爹的余威，而是实打实打出来的逆天战绩啊！这个道理太震撼了。我还是老规矩，诸位跟着我，把这段话在心里默念3遍。永远不要跟天道大势硬碰硬，要学会借大势的力来成全自己。永远不要跟天道大势硬碰硬，要学会借大势的力来成全自己。永远不要跟天道大势硬碰硬，要学会借大势的力来成全自己。当你觉得生活处处碰壁的时候，不要去撞南墙，你要停下来看看风是往哪边吹的，把阻力变成你的助力，把敌人变成你的合伙人，这才是能赚大钱成大事的顶级风水局。好了，诸位，听了这么多豪门大佬的神仙打架，大家是不是觉得热血沸腾？但是咱们毕竟是普通老百姓，咱们没有1000亿家产去争，也没有国字头巨头来找咱们谈判。那咱们这普通人怎么用这易经的智慧来给自己的小日子逆天改命呢？诸位啊，前面咱们把那1000亿豪门里的神仙打架掰开揉碎了，给大家讲了一遍。很多人可能听得津津有味，但心里在犯嘀咕：我1个月就赚那几千块钱的窝囊费，
我上哪去借几十个亿的事？这大道理听着爽，对我这普通老百姓有啥用啊？大家别急，我今天既然坐在这给大家讲课，就绝不讲那种假大空的虚话。易经的规律，不管是放在那千亿老太爷身上，还是放在咱们每天挤公交送外卖的普通人身上，全都是一模一样的。今天我就把这豪门争斗里藏着的智慧翻译成咱们老百姓能听懂的大白话。诸位把这3个风水大招拿回去照着做，我敢打包票，不出3个月，你身边的磁场绝对大变样。第一个大招，打扫你心头的方寸之地。现在的年轻人啊，每天都很焦虑，上班被老板骂了，心里憋屈；看见同事升职加薪了，心里嫉妒；回到家看着别人开豪车，心里抱怨老天爷不公平。我跟大家讲，你这些嫉妒、怨恨、憋屈，在咱们命理学里，通通叫做阴煞之气。咱们老祖宗有一句充满智慧的老话，叫做方寸之间，可见菩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心头那巴掌大的一块方寸之地，就是你这个人最核心的风水正言。你要是往这方寸之地里塞满了对别人的嫉妒和对老天爷的抱怨，那你的风水正言就彻底被毒水给毒死了。好运气他想进来，他都找不着门啊，对不对？你看那位豪门长女，四姨太都骑到他脖子上拉屎了，他生气了吗？没有，他把心头打扫得干干净净，一点垃圾情绪都不留，所以他才能做出最正确的判断。这个道理啊，诸位一定要记牢。我给大家重复3遍：你怨气越重，你命就越苦；你怨气越重，你命就越苦；你怨气越重，你命就越苦。怎么改？从今天起，别人惹你，你在心里默念3遍，这都是来度我的。千万别去跟烂人烂事纠缠，把你心里的垃圾倒干净，把这方寸之地腾出来，装满感恩和亲近，你的福报自然就像泉水一样冒出来了。第2个大招，清理你的屋子，大道至简。说完了心理的风水，咱们再说说你住的这个屋子的风水。诸位啊，你现在环顾一下你自己的卧室，或者你办公的那个工位，是不是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杂物？几年不穿的旧衣服舍不得扔，外卖盒子堆在桌角，各种乱七八糟的摆件塞得满满当当。还有现在很多人家里装修的那叫一个太花哨了，什么5颜6色的灯带，乱七八糟的装饰全塞进去，搞得特别复杂，甚至还有弄得满屋子都是那种冷冰冰的科技感的。我跟大家讲，风水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家里太花哨太复杂，那叫气场混乱，主财运不稳。真正能聚财能养人的好风水，讲究的是什么？4个字，大道至简。你看古人画的那个太极图，就是最素雅清冷的黑白灰，干净透亮，没有任何多余的杂质。咱们的屋子绝对不能塞得满满当当，必须得有大量的留白。这就像一个杯子，你里面装满了泥巴水，财神爷怎么给你倒金水进去？对不对？你把那些没用的破铜烂铁全扔了，让屋子保持干净、素雅、通风，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人影挂画，没有那么多晃眼的装饰，清清爽爽的。听我的，今天下班回去就把家里那些没用的杂物通通扔掉。屋子越干净，磁场就越聚财；屋子越干净，磁场就越聚财；屋子越干净，磁场就越聚财。你把物理空间清空了，你生活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倒霉事，自然也就跟着被清理出去了。第3个大招，闭上你的嘴，顺应心图天机。这最后一点，也是绝大多数人每天都在犯的致命错误，太爱跟别人争辩了。
在公司里，领导哪怕说错了一句话，你非得当着所有人的面去纠正他；在家里，老婆唠叨2句，你非得扯着嗓子跟人家大吵300回合，证明自己是对的。你赢了嘴炮，结果呢，领导给你穿小鞋，家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那位长女面对四姨太的满世界造谣，她解释过一句吗？没有。咱们每个人的命运轨迹里，其实都藏着极其深远的星图天机。这天机，它是按照阴阳五行的规律自己在运转的。你去跟烂人争辩，就等于主动跳进了烂泥坑里，把自己的能量全消耗在了毫无意义的口舌之争上。古人讲大辩若泪，真正聪明的人看着像个笨蛋一样，很少开口争辩。因为他们知道事实胜于雄辩，你非要去证明自己，其实就是内心虚弱的表现。所以我最后再啰嗦3遍这个改命的秘诀：不要自证，少开口，多看路；不要自证，少开口，多看路；不要自证，少开口，多看路。当你不再急于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时候，当你学会用一种看戏的心态去面对那些对你张牙舞爪的小人的时候，你就真正掌握了易经里以静制动的最高心法。好了，诸位，这3个风水大招，清空内心的方寸，清理屋子的杂物，闭上争辩的嘴，全都是不花你1分钱，只要你肯去做，立马就能见效的改命秘诀。如果你能把这3招练得炉火纯青，那你的后半辈子绝对是顺风顺水，逢凶化吉。咱们今天这堂超长大课，马上就要进入最核心的结尾部分了。现在我要跟大家掏心窝子的讲几句老太爷都没能完全参透的最高天机。好了，诸位啊，今天这堂课咱们洋洋洒洒讲了这么多，从豪门大宅里的惊心动魄，一直讲到了咱们普通人手边上的改命妙招。我知道你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记性不好，每天被生活折腾得够呛，看完视频转头可能就给忘了。所以我今天就像是一个操碎了心的老当家，担心你们记不住。在这里我必须再给你们最后啰嗦一遍，这几个命理真相和风水禁忌，你们打死也别犯，一定要时时刻在脑子里。第一，千万别去抢不属于你的东西。那个四姨太的下场你们看到了吧？德不配位，抢来的财那是催命的煞气。第二，遇到小人，遇到烂事，千万别急着去自证，别去吵架，以静制动，太极推手，稳住你自己的磁场，让别人去折腾，这才是顶级的高手。第三，做事一定要留一线，绝对不要赶尽杀绝。亢龙有悔放别人一马，就是给自己和子孙后代挡灾积福。第四，也就是那3个实操秘诀：扫干净你心头的阴霾怨气，扔掉你屋子里的破烂杂物，闭上你那张总爱跟人争辩的嘴。诸位啊，我跟大家讲，刚才我盘点的这些，绝对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也不是我在这里瞎说八道，这全都是咱们古人几千年几百代人用无数的血泪教训总结出来的宇宙智慧和天道规律。你顺应了它，你就能顺风顺水；你违背了它，哪怕你是1000亿赌王，你也得吃大亏。但是今天大课的最后，我要给咱们的主题做一个真正的升华。我希望所有看到这里的有缘人都能把接下来的几句话深深地烙印在灵魂深处。讲了这么多的风水，讲了这么多的命理，你们知道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到底是什么吗？它不是你花几万块钱买的一个貔貅摆件，也不是你跑到深山老林里找高人给你布的一个什么
神仙大局。这世间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你这颗肉长的心，是你的人心。你这一生最顶级的命运，其实就是你日积月累的修为。你心怀慈悲，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风水宝地。你满腹算计，你就算住在皇宫里，那也是人间地狱。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全都在一个巨大的因果业力网之中。你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举动，全都在为你自己的未来铺路。所以咱们学易经，学命理，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多赚2块钱，买辆好车吗？格局小了。真正的智慧是用来度人的，懂得度人，天必度你。如果你今天听了我的课，觉得心里那个疙瘩解开了，觉得这几千年的老祖宗智慧确实管用，那么我强烈建议你把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分享出去，把它发给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那些正在迷茫和受苦的亲戚朋友们。大家要明白，分享这种充满正能量的宇宙大智慧，不仅仅是在分享一个普普通通的视频知识，你这是在做大布施啊！当你的朋友因为看了你分享的内容，突然放下了心里的怨恨；当你的亲戚因为懂得了大道至简，不再跟家人天天吵架，他们的命运也就跟着改变。一个人改变，就能影响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改变，就能影响几代人。你的转发可能就救了谁一生的命运。这就是你在积累的无量功德啊！这种功德比你跑到庙里去烧多少高香都要管用10000倍。最后，这也是咱们积聚能量的最重要的一步。诸位啊，如果我今天讲的这些道理对你有帮助，请动动手指，给星途天机点个赞，关注我。你的每一个转发，每一条留言，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积福。不信，咱们就拭目以待，看看你的生活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我希望所有的有缘人看完之后，都能在评论区留下你此时此刻最真实的感悟，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感谢，或者写下一句为家人祈福。因为我们老祖宗讲究气场共振，大家的互动越多，咱们在这个空间里聚集的共同能量就越强，这股正向的能量磁场一定会反哺到你们每一个人的真实生活当中去。好了，今天的课咱们就上到这里。懂得了天道，认清了自己，接下来就大胆地去创造你们自己的风水宝地吧。咱们下期不见不散。